你知道在漫威电影中有哪些穿帮镜头吗？虽然制片方几乎做到了天衣无缝，但难免还是会有些错误发生。也许漫威觉得我们并不会注意到，但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将为大家逐个揭示。第一，黑豹中的3个穿帮镜头。在电影的开始，特查拉从他妹妹那儿得到了一双无声鞋，这双鞋子在跑的过程中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当影片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可以听到黑豹跑在螺旋坡道的脚步声。这很明显是音频部门出了漏洞。第二个就属于连续性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注意看，当克劳被拘留时，他额头上有一处伤口，但等金钱豹去营救时，他伤口上的血量发生了变化。这处镜头很是微妙。另一个穿帮镜头就是在影片的结尾，当金钱豹在楼顶准备杀苏里时，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后退，并且胳膊肘已经超过了边缘。不过等摄像机切换到正面时，能发现苏里的胳膊肘离边缘至少有10厘米。虽然在这部电影中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我仍然等不及了黑豹2的上映。第二，奇异博士中的2个错误。在电影的开始，斯特兰奇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过程。然而在准备手术之前，有一些步骤是错误的，他使用了不恰当的手段，这实际上会破坏无菌程序。该程序对于手术极其重要，因为可以防止病原体传播。第一个就是斯特兰奇在洗手后戴上了口罩，其实当他靠近非无菌区域时，他的手就已经被感染了，所以洗手前一定要戴上口罩。另一个错误是奇异博士将他的手穿过长袍，然后戴上手套。实际上在戴上手套之前，外科医生的手不能离开手术服，这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的错误，但任何一个医生肯定都可以发现。第三，银河护卫队中的2个穿帮镜头。在电影的刚开始，有一段伊格尔和星井母亲的画面，这是在1980年的密苏里州，可以看到在背景中有一座核电站和4座塔，但真正的密苏里州只有1个核电站和1个塔。不过最明显的错误是这个工厂直到1984年才开放，所以要么该场景是在另一个地球上，要么是取景部门疏忽了这个错误。另一个镜头也是在开场片段，当伊格尔和星爵的母亲穿过树林时，注意看，他穿的是顶部有毛皮的靴子，但当他们站在一处空地时，他的靴子变成了凉鞋，这也可能是因为天气晴朗更适合凉鞋吧。原来在漫威电影中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穿帮镜头。第四，雷神2中的错误。在电影的结尾，雷神从一个传送门掉了下去，并将他带到了伦敦的查林十字街站。在地铁上，一位女士告诉索尔，只需要乘坐3站就能达到格林威治。如果你不知道伦敦的地铁图，就会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其实查林十字街站在伦敦偏中心的地方，而格林威治却在偏东，从地图上看也不止3站。所以雷神做了个寂寞，他应该是出站后用锤子飞到了格林威治。看过这部电影的伦敦观众立马就能发现这个错误。第五，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穿帮镜头。在电影的刚开始，秃鹫和他的员工在厂房工作时，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桌子上的啤酒。大家可能会觉得啤酒还能出问题，现在就来科普一下，这种啤酒叫库尔斯。电影中的场景发生在复联1之后，也就是2013年，但在2013年库尔斯根本没有上架这版瓶子，这难道是奇异博士用世界宝石偷来的？但说实话，该情况肯定是道具组出了错。其实库尔斯1973年就存在了，在当地有很高的知名度，可能是道具组员工经常喝这款，所以就很习惯的买了这瓶并放在了桌上。第六，雷神3中的2个穿帮镜头。当海姆达尔挥舞着长剑与士兵战斗时，如果我们慢速播放并暂停，就可以发现其实旁边的树还没来得及砍就倒下了，更不用说右边的士兵是如何被击倒的。我觉得他应该是预料到了1秒后的痛苦，所以提前去领了盒饭。另一个就是当雷神和浩克在角斗场打架时，女武神坐在飞船上边喝酒边看，但下一秒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我认为这是道具组出现了问题，而不仅仅是剪辑上的错误。第七，复联1中的错误。你敢相信黑寡妇头发也能当武器吗？或许你会说这不可能吧，还有这事儿？那你还别说，真有这事儿。当娜塔莎在复联1第一次出现时，她被绑在椅子上并开始击退敌人，接着黑寡妇猛地把头一甩，她的头发只是碰到了下敌人就把她打昏了。从这里也能看出，要么黑寡妇的头发和她一样致命，要么更准确的说就是演员故意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注意到了漫威电影中的这些穿帮镜头吗？第八，蚁人中的错误。在该电影中不止一次用科学语言告诉我们蚁人是如何变小的，简单来说就是皮姆粒子通过缩小原子之间的距离，从而来达到缩小物体，或者增加原子之间的距离，从而来扩大物体。这最终意味着不管是缩小还是扩大，重量都不变。有了这个结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影中的许多错误。首先是蚁人踩在枪上这段，如果以科学角度来解释，它可以把敌人瞬间折断，因为所有体重全部集中在一个小点上，更不用说骑蚂蚁这段了，或许它是骑在被压扁的蚂蚁灵魂上。最离谱的是口袋中的坦克，汉克皮姆能承受60吨重的物体，可想而知是有多强。至于这个光头，他竟用大拇指和食指夹起了一头羊，好吧，连浩克都不敢这样拿。还有电影的结尾，巨大的托马斯真正重量太轻了，根本不足以压扁一辆车，反倒变得这么大，却很容易被风吹走。第九，声音之谜。去看一部超级英雄电影需要大量的怀疑，但有些东西贯穿着漫威电影，造成这种感觉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声音的速度。大多数人都知道，声音比光传播的速度要慢得多。
在一场暴风雨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之间的秒数来判断闪电的距离有多远。闪电越远，我们听到声音的时间就越长。然而，这一科学真理似乎在漫威电影或其他科幻电影中都没有立足之地。就在钢铁侠1中，托尼展示了他的一些新技术武器。如果你比较仔细，其实在看到火花之前就听到了爆炸声。银河护卫队也是一样，能同时听到和看到所有正在发生的激光和爆炸，还有很多类似的镜头，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讲这一段就是希望科幻电影以后能重视传播速度，毕竟我们都很了解该知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漫威电影中的一些错误和穿帮镜头，那你还知道有哪些吗？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感谢观看，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